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你们会得到怎样的福报啊？会拥有怎样的幸福？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了第一张权杖8，我觉得你们这辈子的福报是你们过去帮助过的人都会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你们。权杖8其实是你们分享出去的能量会加倍的回馈给你们啊。你们做的每一件有意义、有价值、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事情，它都会成为你们自身所积累的一种福报，最后回馈到你们自己的身上啊。权杖8其实也对应的其实对应的是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吧。而且呢，它还有着一种一呼百应的能量，就是你们未来要做的一件事情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支持和认同啊。它一定是关于某种正向的有价值的东西的传播和分享，有一点像是那种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公益和慈善的属性啊。而且呢，就是说，当你们决心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会全力以赴，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啊，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感觉。可能你们会发动自身的人际关系去组织整合，去做那件对你们来说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可能你们会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领袖，组建自己的团队，而且你们的身上有一种领袖型的人格，有非常强的号召力吧，会让你们未来走上一条自我创业的道路啊，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并且呢，你们是可以成功的。第二张牌是宝剑国王啊，这张牌呢，风象特质的能量，我觉得你们未来是能够拥有一种无比自由的人生的啊，非常的潇洒，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你们的人生，掌控自己的人生，会获得自由，开启某种自由的人生。开启某种自由的活法。这张牌的关键词它是旅行、冒险、自由创作、体验和学习。宝剑国王呢，就是你们未来是有一点像是那种独来独往的感觉啊，就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灵活性是你们真正的资产啊。你们可能会从事某种有灵活性的工作，有冒险经历的活动，可以自由的弹性的安排你们的工作时间，甚至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你们自由的方式是保持一致的。而且我觉得这种自由呢，它不是说你们会把自己依附于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个组织，你们会把自身依附于某个使命、某个召唤、某个目的，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你们自身的力量和平静啊。宝剑国王它是你们会实现一种高度的自洽和自我接纳，就是你们的幸福感不会高度的依赖于某个外在的事物，因为你们很清楚你们并不可能真正的控制那个你们所依赖的事物啊，这必然会导致焦虑和恐惧。所以说你们会把自身的这个幸福的定义基于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使命，因为它完全是可以由你们自己掌控的，你们的意义和价值由你们自己赋予，这样你们就会活得非常坦然。而第3张牌呢，星币7啊，我觉得就是说你们的这种所得到的幸福或者说福报，它是你们所珍视的守护的东西，可以是某个人，可以是某件事情、某段关系，它会茁壮的成长。它意味的是你们把自身的某种精神、某种信仰寄托在的地方，会给你们带来一种长久的喜悦和满足。并且在你们精心的呵护下，会给到你们超预期的成长。星币7它其实是有一种得偿所愿的，就是你们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沉淀下来，它一定会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加倍的回馈给你们。Justice 是一种正义吧，就是你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正义的价值观。而且呢，正义牌它代表的是你们的内心最终会实现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啊！这种平衡，它能够让你们有能力去平衡好身体当中多重截然相反的力量，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接纳和包容啊。
正义牌的话，我觉得你们未来所做的事情，它可能会和规则、正义、法律相关，它一定是就是你们甚至有可能会决定别人的命运啊，能够引导别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纠纷。你们的身上有一种正气或者说正义之光啊，会驱使着你们做出你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正义牌的话呢，也可以代表的是你们人生当中一些你们能够顺利的通过你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考验。你们是拥有那种能够冲破一切的力量，去拿到你们想要拿到的那个结果的。而且正义牌它有一点像是那种骁勇善战的斗士啊，利用自身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冲破万难的感觉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的特点在于你们是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的，能够长久的保持自己身上的一种纯粹。而这张星币国王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对你们自身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奖励，就是在你们的晚年会变得非常的富有。而且星币国王的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大概是在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你们会拥有大量的可支配的财富和资源。而且星币国王可能是你们未来赚钱的方式是通过整合资源，通过分配管理，或者说通过某种投资来获取到收益啊。因为星币国王呢，就是你们未来会摆脱某种通过劳动来换取到金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们的赚钱的效率会随着时间和你们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不需要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或者说出售自己的时间来赚钱。可能是你们会拥有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现金流啊，它会让你们摆脱低效的劳动啊，赚钱的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简单。而且当你们赚到了大量的财富以后，你们可能并不会把它据为己有啊，会通过一种方式，比如说慈善、公益，来实现一种财富的再分配，重新回馈给这个社会。权杖2呢，它更像是你们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决策者吧，会过上一种富足且悠闲的生活，不需要你们每天奔波和劳碌。而星币4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啊，会构建一种完整的自我价值和深度的自我认同。而且呢，我觉得在你们这一生当中啊，你们不仅仅有能力去成就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更重要的是你们有能力去保护你们所爱的人，你们所珍视的东西。这张星币4呢，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拥有一颗沉稳且明朗的心。你们人生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个目的地，而在于承担每一个过程啊，在承载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们才能够感受和体验到自己的价值啊。而且星币4的话，我觉得你们不仅仅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你们还能够保护你们所爱的人，支撑起一个家庭。你们的这种深度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也是来自于家人啊，可能是你们会和原生家庭达成一种和解，或者说后期组建的家庭会成为你们自身价值感的一种来源。而这张 Knight of Cups 啊，圣杯骑士啊，我觉得你们一生当中啊，会有一个人深深的爱着你们啊，或者说深深的迷恋着你们啊。这个人他有着很重的水象能量啊，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啊，这个人呈现出来的能量会非常的深情。你们可能会成为某个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为了你们而付出他自己的全部。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和陪伴啊，因为他对你们无条件无保留的爱，会让你们达成一种自我和解。就这个人的出现能够治愈你们，能够让你们重新爱上自己，通过这个人而重新爱上整个世界啊。而且他的出现并不是来改变你们的，他更像是一个能够守护你们的人，能够陪伴你们成长。所以这个人他给我的信号就是，你们不需要去刻意的找他啊，你们就做你们自己就好，因为爱你们的人自然会爱你们。所以请你们永远的保持对未来的期待和相信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我们首先抽到的这张逆位的权杖十啊，我觉得你们未来的福报或者说福气呢，它是你们的人生会苦尽甘来，会熬出头啊。逆位的权杖十代表的是你们会从某种沉重的负担、债务当中解脱出来啊，就是说现在压在你们身上的东西，有朝一日它是能够解除掉的。当然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力量啊，你们就像一个弹簧一样，被压得越紧啊，未来反弹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你们的人生呢，它更像是一个先抑后扬、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压在你们身上的负担和这种你们要承载的东西越庞大，你们的人生上限也就越高，你们的能力也就越强。当你们熬过了这个生命的至暗时刻以后，你们的人生就会开始往上走，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能量。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美好啊。所以说在这之前，你们的人生它是需要一个周期，一段时间啊，就像这个权杖十一样，极致的隐忍啊，面临的很多阻力，但是依然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当你们熬过了那个至暗时刻以后啊，你们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阻力会逐渐的瓦解，你们的人生开始迎来了一个向上的周期。权杖六呢，其实暗示着一种巨大的成功啊，一种巨大的喜悦。但是在这之前啊，一定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在你们享受大的荣耀之前呢，也是有大的磨练的。所以说，你们的人生是那种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感觉啊。你们会从逆境当中崛起啊。这组牌我感觉你们的人生的密度和能量是非常高的啊。你们所经历的人生可能会顶别人好几世的经历啊。然后你们会有一点那种逆风翻盘的感觉啊，就是一开始得不到认可，但是你们不断的隐忍，不断的默默的沉淀和积累，最后就能够一鸣惊人啊。星币十呢，我觉得你们未来可能会成立一个，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吧，有一种开枝散叶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成功会带动你们身边人的成功。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可能会创立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在你们的周围围绕着很多的人，会在你们的这种人格魅力之下运作一个很成功的组织或者说企业，依靠着某种信念和理想聚集很多人能够围绕在你们的身边。那么 Temperance 呢，这张牌我觉得它会和你们身上的一种独特的能量和气质有关。你们身上缠绕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极致的理性和极致的感性可能在你们的身上能够达成一种统一。你们会把这两种能量，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身份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意味的是你们的人生还会经历一次极致的自我进化和升级啊，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和状态。那么这张月亮呢？月亮其实它代表的是你们身上所隐藏着的某种智慧啊，它是一种隐藏的属性、隐藏的天分，或者说隐藏的人生使命，在未来啊会被某件事情或者说某个人所激活啊。会让你们的人生显化一条全新的道路啊！可能是这个月亮牌，我觉得是你们的人生有着某种隐藏的支线和剧本啊，能够让你们实现一种，可能是实现一种非常狂野的人生梦想的。圣杯9呢，我觉得一个是你们的人生密度会很高啊，还有一个呢，你们身后的圣杯可能代表的是你们会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体验啊。圣杯9就是你们的人生会谈很多次的恋爱，每一次恋爱可能都是刻骨铭心的，它会加深你们对于人生的理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这一生当中只会和一个人谈恋爱，但是这个人能够给到你们非常丰盛的情感体验，能够让你们变成更完整的自己。而身后的圣杯呢，也可以代表的是你们会取得非常多的荣誉和奖章，获取到大量的成就啊，有一种著作等身的感觉。圣杯9啊，我觉得你们身后的圣杯同样预示着你们拥有非常丰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包括非常丰盛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啊。你们可能会把这样的一种丰盛的情感流动投射到一个作品里边，你们会成为一个创作者，把你们自身的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封装到一个作品里边，去创造出一些经典的作品。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的这种长久的快乐和喜悦，它一定是在不断创造的过程当中，不断体验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而宝剑女皇和宝剑一呢，就是你们的人生是无比自由且清醒的，就是你们有着一种强大的思维能量，能够非常深刻的看到事情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啊，早早看透人生的
本质，并且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因为这个风象能量的牌一定是思维非常清晰的，你们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这个逆位的权杖十一样，会有很多的声音动摇你、阻碍你，有无数双手撕扯你，包括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困惑、害怕和犹豫不决。但是你们依然会全力以赴啊，因为你们对于所谓的那些世俗标准是绝不妥协的。你们生命的力量来自于不顺从啊，你们的人生它一定是诗意的、浪漫的，而且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啊，即使在你们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你们其实依然是能够热爱生活的。你们永远会保持身上的那种正直和纯粹啊，即使身边的人都在被世俗不断的腐化、不断的妥协，但是你们依然可以很骄傲的说，在你们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们依然是那个最初的自己，没有任何的改变。你们会坚持自己一开始最初的那种纯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么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骑士啊，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会收到来自于某个人赠予你们的财富。或者说这个人手上的星币呢，可能是他会给你们提供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是能够让你们收获到大量的财富，完成阶级的跨越，或者说能够让你们抓住某个行业发展的风口，从而获取到大量的这种物质财富的回报啊。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个土象能量、土象星座，摩羯、金牛、处女。所以说你们一生当中的这个财富水平会和你们接触的土象星座的人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土象能量的人通常来说会给你们带来财富啊、金钱方面的好消息，或者说好运。你们财富上面的这种福报和这样的一个好运啊，可能也是来源于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特定的人，或者说特定的一种类型的人，而第二张牌愚人呢，它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在经历了某种束缚和困顿之后啊，会从这种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解脱可能是你们从一个环境当中逃离出来，或者说，你们之前一直在被某种意识形态所裹挟，身不由己，但是最终你们会用自己的方式从这种束缚和困境当中，把这种枷锁从你们的身上卸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张愚人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彻底的自由啊。那么根据这张星币骑士来看的话，你们很有可能是会先实现财富自由，然后自下而上实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自由啊。而这张权杖三呢，它对应的是在你们实现了这种自由之后，你们是有能力去主导自己的人生，你们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人生走向。因为之前你们是被某种力量、某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某个环境所裹挟，身不由己。但是当你们实现了这种自由以后啊，你们就能够主导自己人生的走向。未来的人生主导权是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的，你们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啊。其实我觉得权杖三我看到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啊，你们的人生轨迹一定和绝大部分人都不一样，而你们存在的意义呢，其实就是证明你们自己身上的那种独特性啊。圣杯七呢，它就暗示着你们的人生有着非常丰富的选择和可能性啊。你们的人生它一定是定制化的、小众的、独立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为你们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体验不同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可能还会扮演很多的不同的身份，从这种身份当中获取到新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啊，它都会成为你们命运的剧本里边一笔宝贵的财富啊。宝剑二呢，这张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张牌啊，它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巧合和偶然，还有阴差阳错。但是命运是偏爱你们的，眷顾你们的，因为总是能够歪打正着，总是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转和奇迹出现。
宝剑二呢，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你们甚至不需要严谨的规划自己的人生啊，因为你们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出口、新的方向和新的可能性。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者说总是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说你们越是不抱着期待，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事情，越有可能成功啊。隐士呢，这张隐士牌啊，它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在到达了某个阶段，在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得到的一切之后，你们可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就是远离人群，远离纷争，然后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怡然自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张隐士，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最大的福报就是远离纷争，远离任何消耗你们的人和事，你们可能更享受一种长久的喜悦和宁静啊，一种安定的安稳的人生啊。你们想要的那种幸福非常的简单，它是一种平淡的生活带来的稳定的预期，一种安稳运转的日常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验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张世界牌呢，我觉得你们未来可能是会生活在海边的，生活在一个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世界牌它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啊。世界牌呢，我觉得可能对应到你们未来所生活居住的地方啊，有着非常良好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那么最后一张牌是月亮牌啊，它代表的是你们潜意识层面的那种渴望会得到满足啊。月亮牌也代表的是你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会悄悄的、非常隐蔽的去做一件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而且呢，有一点像是那种默默无闻了很久之后啊，你们的某种作品会问世，能够让你们一鸣惊人。月亮牌它代表的是一种看不到的变化会主导着你们的人生，推着你们去完成一件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在你们的内心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指引着你们往前走啊，它来自于你们的灵魂深处，是你们的灵魂能够给予你们的最高级别的指引啊，它会指引你们在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穿越黑暗，抵达那个你们必将抵达的地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